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Mark Douglas 的交易心理分析。Mark Douglas 在1982年创办了交易行为动力管理公司 Trading Behavior Dynamics。在成为知名的交易心理教练之前，他本人也曾在市场中经历过严重的挫败。早年他在美林证券 Merrill Lynch 担任经纪人时，曾因为一次错误的做空操作亏光了所有的净资产。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他意识到，导致他持续亏损的并不是缺乏市场分析能力，而是他的心智结构存在缺陷。此后他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交易心理学，辅导过包括跨国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内的众多机构交易员，总结出了一套帮助交易者重塑心智的方法。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神奇的技术指标或是基本面分析模型，而是直指交易中常被忽视却又很关键的领域，也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市场是一个没有规则、没有边界的无结构特质环境 （unstructured environment）。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为了适应有明确规则和边界的社会结构。当我们带着社会化阶段形成的心智去面对一个不受我们控制的市场时，就会产生巨大的错位。这种错位让我们在面对亏损时本能地感到恐惧，进而做出追涨杀跌或者拒绝止损等破坏性的行为。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为什么有的人已经懂很多技术分析却依然会亏损，以及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金融市场的主流认知是由基本面分析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面分析试图通过评估所有的财务变量，来建立一个标的资产的内在合理价值。分析师们计算市盈率，研究供需关系，建立复杂的估值模型。但基本面分析存在一个巨大的现实盲区，它假设市场参与者都是完全理性的，并且价格一定会向内在价值回归。然而，市场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带着情绪、信念和期望的人构成的。当基本面模型计算出一只股票的内在价值是$50，而市场价格却在$20，并且还在持续下跌时，基本面分析师往往会陷入困惑。因为驱动价格在短期内波动的不是冷冰冰的财务报表，而是交易者集体的贪婪与恐惧。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盲区，技术分析开始逐渐走向前台。技术分析并不关心资产到底值多少钱，它只关心交易者的集体行为模式。当足够多的人在图表上留下交易痕迹时，就会形成特定的图形，比如头肩底、趋势线突破或者均线交叉。这些视觉化的模式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在过去某种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在未来有很高的概率会重复出现。这就为交易者提供了一种可以被识别的优势。但是，很快人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困境。即使熟练掌握了各种技术分析工具，绝大多数交易者依然在不断亏损。原因在于，识别图表上的模式是一项认知技能，而毫无情绪摩擦的执行交易却是一项心理技能。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想象一下，一名交易者坐在屏幕前，他已经在这个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熟悉各种指标。此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完美的看涨突破信号。这个信号符合他交易系统中的所有条件，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买入机会。但是，这名交易者却僵住了，他的手悬停在鼠标上，迟迟按不下买入键。因为就在上个星期，他在一个类似的技术形态上经历了一次惨痛的止损。现在的他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价格，脑海里闪过的全是过去亏损的痛苦记忆。他开始不由自主地去寻找那些不支持看涨的信息，比如切换到更小的时间周期去挑剔一根细微的阴线，或者去翻阅可能带来利空的财经新闻。他用分析来代替行动，眼睁睁地看着价格突破阻力位，一路绝尘而去。
当价格已经上涨了20%，趋势即将耗尽时，那种错过行情的痛苦终于压倒了对亏损的恐惧，他冲动地在最高点按下了买入键。随后价格回落，他再次被套牢。这个过程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技术分析只能帮你发现市场行为的模式，但它完全无法保护你免受自身心理缺陷的伤害。知道市场下一步最有可能怎么走，和能够在毫无恐惧的状态下采取行动，完全是两码事。造成这种知行不一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所处的交易环境与我们从小接受的心智模式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人类的社会生活充满了外在的边界、规则和限制。从童年时代开始，我们就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环境中成长。父母规定了我们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学校有明确的课程表和考试评分标准，步入职场后有既定的工作时间、明确的考核指标以及监督我们行为的上司。在这些环境里，如果我们的行为越界，立刻就会有外部力量来纠正或者惩罚我们。我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了依赖外部结构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然而，金融市场是一个完全的无结构特质。当你开设了一个交易账户并注入资金后，你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外在规则约束的绝对自由空间。市场不会告诉你今天该买什么，不会在你冲动重仓时跳出来警告你，更不会在你亏损扩大的时候强制替你平仓。它只是中立的，源源不断的生成报价。这种绝对的自由正是吸引无数人进入市场的原因，但它同时也是摧毁绝大多数人的致命陷阱。因为当习惯了被外部约束的大脑突然面对没有任何边界的环境时，就会陷入失控的恐慌。我们可以将交易与传统的赌场游戏进行对比。当一个人坐在21点的牌桌前时，这个游戏本身就自带了严格的结构。在荷官发牌之前，你就必须决定下注的金额，这意味着你在参与之前就已经明确了具体的风险系数。而且这个游戏有明确的起点、中间过程和终点。一旦这局牌结束，结果就是确定的，无论是赢是输，游戏都会自动终止。但在交易中，这一切结构都不存在。只要你在营业时间内，行情的波动就永无止境。你不需要在进场前强制设定你能承受的亏损底线，市场给了你无限拖延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一笔交易并没有自动结束的机制。当你持有一笔亏损的订单时，如果你不采取任何主动的干预措施，你的账户资金就会持续不断的缩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采取行动，通常意味着维持现状，什么都不会改变。但在交易中，当仓位朝着不利于你的方向发展时，什么都不做，恰恰是所有行为中最具破坏力的一种。因为没有外部裁判来终止这场游戏，交易者就必须依靠内在的心理力量来替自己制定规则，并且还要拥有绝对的自律去执行这些规则。但绝大多数人在进入市场之前，根本没有建立起这种强大的内在纪律机制。当一个习惯了外部依赖的大脑面对市场这个缺乏边界，同时又充满资金风险的无结构环境时，最本能的反应就是产生威胁感。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交易者的内心会滋生出4大主要交易恐惧。这4种恐惧分别是害怕犯错、害怕亏钱、害怕错过机会，以及害怕赚的钱又吐回去。这4大恐惧就像是一副极度扭曲的眼镜，一旦戴上它，你眼中看到的市场信息就会发生严重的变形。虽然市场数据本身是绝对中立的，屏幕上闪烁的一笔笔成交记录，仅仅代表着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买方和卖方在某个价格上达成了共识。价格往上跳动一个点，或者往下掉落一个点，它既不带有敌意，也不包含善意。但是，一旦交易者被恐惧支配，这些中立的信息就会被赋予强烈的负面意义。大脑具有一种自我保护的生物本能，
它会自动规避那些可能带来心理痛苦的信息。假设一名交易者买入了一只股票，随后价格开始下跌，此时市场正在源源不断地生成看跌的客观信息，比如更低的低点、放大的下跌成交量。如果这名交易者被害怕犯错和害怕亏钱的恐惧所控制，他的大脑就会启动屏蔽机制，他会对图表上明显的下跌趋势视而不见，反而去关注那些微不足道的反弹迹象。他会去各大论坛寻找其他看多者的言论来安慰自己，或者在公司发布的不痛不痒的利好公告中寻找坚持持有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是恐惧扭曲了他的感知，让他只接收那些能暂时缓解心理痛苦的信息，从而一次次错过了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最佳时机。同样的，当市场出现一段单边上涨行情，而交易者由于之前的犹豫没有上车时，害怕错过机会的恐惧就会占据上风。看着价格越来越高，错失利润的痛苦会不断累积，最终摧毁他的理智。这种恐惧会驱使他在风险收益比极差的位置，也就是行情的最高点盲目追涨。而一旦进场后价格稍微出现回调，由于底仓成本太高，害怕赚的钱又吐回去的恐惧又会让他像惊弓之鸟一样，在微小的震荡中恐慌割肉。在这个循环中，市场并没有主动去伤害任何人，它只是按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在运行。是这4种深深根植于人性的恐惧，让交易者在应该大胆买入时犹豫不决，在应该果断止损时心存幻想，在应该持有利润时匆忙离场。只要这些恐惧还在潜意识里运作，再完美的交易系统也会在执行层面变成一地鸡毛。在探讨交易者为什么会陷入恐惧之前，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在交易中广泛存在却极少被人察觉的认知误区。绝大多数交易者都认为，只要自己开设了账户，注入了资金，并且按下了买入键，就已经是在面对风险了。但实际上，承担风险和接受风险是2个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任何人只要在市场中建立仓位，客观上就已经把资金置于风险之中，这就是承担风险。但这仅仅是一个外在的物理动作。真正的接受风险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它意味着你对这笔交易可能产生的亏损后果，在心理上没有任何的抵触和抗拒。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检验这种界限。假设一名交易者在经过仔细分析后，决定在$50的价位买入100股某公司的股票。他同时在交易计划中写下，如果价格跌到$48，就说明他的看涨逻辑已经失效，他会果断平仓。这个时候，他看起来似乎已经接受了这$200的风险。但是，当市场行情开始向下波动，价格来到$49时，这名交易者的胃部开始感到紧缩，他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死死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当价格逼近$48.5时，焦虑感迫使他采取了行动。他没有准备止损，而是说服自己支撑位其实在$47，从而把止损线往下移，或者干脆取消了止损订单。这种身体上的紧张感和随意更改计划的行为，清晰地表明他根本没有接受风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承认自己看错和资金受损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他真正接受了风险，$48这个价格对他来说就仅仅是一条中立的信息，代表着当前的交易不再具备优势。他会像一家实体餐厅的老板处理掉一筐变质的蔬菜一样，毫无情绪波动地执行平仓。变质的蔬菜只是经营餐厅的正常营业成本，而不是对老板个人能力的否定。但在交易中，绝大部分人却把单次交易的盈亏与自己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深深绑定在了一起。既然大多数交易者都没有真正接受风险，那么当市场走势与他们的预期相反时，危险就降临了。为了避免体验到亏损和犯错的痛苦，
我们的大脑会启动一种与生俱来的防御机制——信息过滤与自我欺骗。在自然界中，人类的这种心理防御机制是为了保护我们在面对巨大创伤时免于精神崩溃，这是一种帮助我们在荒野中保命的本能。但是，这种本能一旦被带入金融市场，就会演变成一次次惨烈的财富绞杀。当那名在$50买入股票的交易者被套牢，价格一路跌向$45时，市场正在源源不断地生成客观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不断创出的新低、下跌时放大的成交量，以及均线系统的全面空头排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看跌信号。然而，这名交易者的大脑却开始主动对这些信息进行拦截，因为一旦承认这些看跌信息，就等同于承认自己面临亏损的痛苦。于是，他的潜意识会自发地缩小视线范围，去寻找任何能够支持他继续持仓的微弱证据。他可能会把图表切换到1分钟级别，盯着里面偶尔出现的一根小阳线，告诉自己这就叫止跌企稳。他会开始频繁刷新各大财经论坛，对那些看空的专业分析视而不见，却把某个匿名网友的一句主力正在洗盘当成救命稻草。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并没有故意隐藏真相，真相就明明白白地显示在图表上。是交易者自己的心智扭曲了感知，放大了那些无足轻重的利好，屏蔽了那些致命的利空。这种自我欺骗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账户资金的亏损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继续持有这笔亏损订单所带来的心理折磨，终于超过了承认错误所带来的痛苦。就在这个瞬间，所有的幻想瞬间破灭，交易者通常会在行情的绝对最底部绝望地按下平仓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刚一忍痛割肉，市场就立刻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市场在针对你，而是你的痛苦阈值刚好和大部分处于同样心理状态的人重合了。要打破这种信息过滤与自我欺骗的恶性循环，交易者必须完成一次艰难的认知跨越，那就是对自己的交易结果负起100%的责任。当一笔交易以亏损告终时，人们最本能的反应是推卸责任。交易者会抱怨是公司的财报造假，抱怨是美联储突然改变了利率政策，或者抱怨是某个做市商故意打掉了自己的止损位。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本质上依然是心理防御机制在运作。因为如果责任在市场，那么自己就是受害者，受害者是不需要为结果承担痛苦的。但是，这种心态包含着一个致命的逻辑假设，那就是认为市场对你负有义务，认为市场理应按照你的分析去走。然而客观现实是，市场只是一个由无数买家和卖家汇聚而成的交易场所。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价格，仅仅代表着在此时此刻，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市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他不在乎你的成本价是多少，不在乎你为了这笔交易熬了多少个通宵，更不在乎你的账户里是不是只剩下最后1个月的饭钱。市场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客观环境 （neutral environment）， 它不欠你任何东西，它只负责源源不断地提供机会。这就意味着你所获得的每一个结果，无论是丰厚的利润还是惨痛的亏损，都是你自己的决策和执行能力在市场中的直接映射。负起100%的责任，意味着你不再对市场抱有任何个人化的期望。当你清楚地知道市场可以做出任何举动，并且这种举动与你个人的尊严毫无关系时，市场走势就不再具备感情色彩。如果市场顺着你的方向走，你按计划收获利润；如果市场逆着你的方向走，你按计划截断亏损。因为你不再期望市场来迎合你，你自然就不会产生被市场背叛的愤怒与失望。当愤怒、恐惧和失望这些情绪失去滋生的土壤时，你的大脑就再也没有必要去屏蔽或过滤任何信息了。你会惊喜地发现，那些曾经让你感到恐慌的下跌阴线，
那些曾经让你视而不见的阻力位，现在都清晰地呈现在你的眼前。只有当你从心底里承担起所有的责任时，你才能真正拥有看清市场真相的视力，这也是走向成熟交易的第一步。当认清了推卸责任和心理防御机制带来的危害后，跨越这道障碍的唯一路径就是建立一种全新的心智结构。这种心智结构的核心在于从试图预测单次事件的对错，转向用概率思维来审视交易。为了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可以观察一下传统赌场是如何运作的。无论是21点、轮盘赌还是老虎机，每一个参与游戏的赌客都希望自己能赢，而且在短期内确实有很多人赢走了大笔的奖金。从微观层面来看，荷官发出的每一手牌，轮盘上小球落下的每一个数字，其结果都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预测。但是赌场老板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赌客在某一局赢走了100万而感到恐慌，他们也不会在赌客连赢3局后就急忙去修改游戏规则，因为赌场拥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优势。优势这个概念在交易中经常被神化，但实际上优势只不过是表明一种事情发生的概率高于另一种事情。假设赌场在21点游戏中拥有 4.5% 的概率优势，这就意味着只要参与游戏的样本数量足够大，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对局，赌场最终一定会把总下注额的 4.5% 转化为自己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微观层面的每一次输赢都是不可知的，但在宏观层面，一系列随机事件的累积却会产生一个高度确定性的结果。交易的本质与此完全相同。当你在图表上看到一个符合交易系统的突破形态，或者均线出现交叉时，这仅仅代表在过去类似的市场情境下，价格继续上涨的概率比下跌的概率高。它是一个优势，但它绝对不能保证这一次的操作一定会盈利。当交易者真正建立起概率思维时，就不会再把注意力放在证明自己是对的上面。因为既然单次交易的结果是随机的，那么去猜测这一次是涨是跌就失去了意义。在这个层面上，亏损不再是个人分析能力的失败，它仅仅是你在玩一场概率游戏时，为了获得最终宏观盈利而必须支付给市场的正常营业成本。就像赌场必须支付给中奖的赌客一样，这只是一笔生意支出，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要把概率思维真正转化为一种本能的反应，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智层面的认同，就需要将关于市场的5个基本事实深深植入潜意识之中。这5个事实是重塑交易心智的基石。首先，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无论你的技术分析多么完美，基本面数据多么无懈可击，市场中总会存在无法预知的变量。只需要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有一个掌握着庞大资金的机构交易员，因为某种个人原因或者公司指令，决定在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价格抛售资产，你原本看起来稳操胜券的交易优势就会瞬间被摧毁。你必须接受这种不可控性。其次，你不需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就能赚钱。就像赌场老板不需要知道下一张发出来的牌是红桃还是黑桃，只要按照带有概率优势的规则持续发牌即可。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在优势出现时果断进场，在优势消失时果断离场，而不是去算命。第三，任何定义优势的变数所产生的赢输分布都是随机的。假设你的交易系统有 60% 的胜率，这意味着在100次交易中，你会有60次盈利和40次亏损。但是，这40次亏损在何时出现是完全随机的。你可能会连续遭遇5次甚至8次止损。如果不能接受赢输分布的随机性，在连续亏损几次后，你就会怀疑自己的系统，从而放弃执行，错过后面必然会出现的盈利周期。第四，优势只不过是表明一种事情发生的概率高于另一种事情。
它是一张统计学上的入场券，而不是某种确保你每次都能拿到利润的魔法护身符。第五，市场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哪怕现在的图表走势和你上周亏损过的那次交易看起来一模一样，他们也是由完全不同的人，在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下，用完全不同的资金量推动的。过去的亏损经验与眼前的这个机会在物理上没有任何联系。用过去的痛苦来衡量当下的行情，是一种严重的认知错位。当这5个基本事实成为你坚定不移的信念时，你在面对市场时就不再有任何期望被辜负的失落感，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所有的不确定性。当5个基本事实被内化，所有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会随之瓦解。在这个阶段，交易者会进入一种全新的心理境界，也就是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态 （carefree state of mind）。无忧无虑并不是指在操作中粗心大意或者盲目自信，它是指在交易过程中完全免于恐惧、犹豫和自我怀疑的状态。因为已经100%地接受了单次交易结果的随机性，当价格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并触及止损线时，内心不会再有任何波澜。按下平仓键就像在呼吸一样自然，不需要经历痛苦的挣扎，也不需要找任何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止损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反馈，告诉你这次的概率优势没有兑现，仅此而已。同样，当价格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时，这种无忧无虑的心态能让你免受贪婪的驱使。你不会因为害怕利润回吐而过早离场，也不会因为一时的狂热而盲目加仓。你只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平静地看着市场按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行，直到市场给出明确的离场信号。在这个状态下，你看待屏幕上闪烁的红绿数字，不再将其视为对个人财富的威胁或奖赏，它们仅仅是一连串中立的数据流。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交易的最终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那就是达成业绩上的持续一致性 consistency。 很多初学者误以为持续一致性是一套永远不犯错的交易系统，或者是一种百发百中的选股技巧。实际上，持续一致性是一种心智状态。一个具备持续一致性心态的交易者，能够在一个包含着大量随机变量的环境中，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毫无情绪摩擦地执行自己的规则。这种执行力不需要依靠咬牙切齿的强迫，而是源于对市场本质的深刻认知。在这个境界里，交易不再是一场人与市场的激烈对抗，而是一场平淡无奇的概率统计。当所有的执念都被放下，交易者就真正获得了在不确定性中持续盈利的自由。交易心理分析是一本深入剖析交易者内在心智的指南，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面对金钱和不确定性时真实的心理防御本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图表面前感到迷茫和痛苦，并不是因为我们掌握的分析工具不够多，而是因为我们在用社会化生活中形成的确定性思维去要求一个完全随机、毫无边界的市场。市场从来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人，它只是源源不断地生成报价。是我们内心对于犯错和亏损的恐惧，扭曲了那些原本中立的市场信息，让我们做出了违背常理的灾难性决策。在这个没有外部裁判的环境里，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只有强大的内在纪律和概率思维。当我们停止去预测市场的下一步动向，接纳了单次交易结果的随机性，把每一次进场都仅仅看作是一次概率优势的执行时，交易就不再是一场人与市场的对抗。在宏观的大样本统计下，微观的单次止损只不过是开展这门生意必须支付的正常营业成本。当单笔交易的盈亏不再与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挂钩，那种患得患失的焦虑感就会自然消散。在这场充斥着数字与波动的游戏中，我们最终要征服的从来都不是市场，而是那颗总想追求确定性的心。这里是文澜小屋，
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